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小脑语言网络的精准图谱与功能解码。这项研究聚焦小脑语言网络，它要打破运动控制的旧印象。核心问题是小脑是否参与高级语言。研究基于精准功能磁共振图谱，核心数据来自86名独立受试者。图谱强调的是个体级定位，结果指向小脑的语言相关区域，它为后续功能解码打下基础。小脑长期被视作运动控制器，它只占大脑体积约 10%， 却容纳了大脑约 80% 的神经元。这个反差很关键，它提示小脑并不简单。现代影像学已把它拉回认知研究，语言功能也在其中。难点在于精准定位。精准制图首先改变了定位方式。研究没有依赖群体平均，它对754名受试者做了独立功能定位，结果在右侧小脑后部剥离出4个稳定区域，它们都能可靠响应语言任务，分别是 Langsia Readout Langsia Rep4。这个发现说明语言相关信号并不分散，右侧偏侧化也与左脑语言皮层相呼应。这4个区域的响应不依赖输入介质，无论阅读还是聆听，它们都被同步激活。视觉和听觉条件下激活空间高度重合，相关系数达到 0.78， 说明一致性很强。关键点不在感官通道，而在语言内容本身，它们更像在编码抽象符号，而非底层声学或视觉特征。这一结果缩小了功能解释范围，也提示其处理层级更高。右侧偏侧化也与左脑语言皮层相呼应。关键问题变成了身份甄别。矩阵把4个候选区放到一起比较，结果显示 Langsia Rep3 最干净，它在所有非语言任务里几乎都沉默，只有语言任务能激起明显反应，其余5项任务信号都接近灰色背景。相比之下 Langsia Rep1O 和 Langsia Rep2 更容易被其他认知任务带动。Langsia Rep4 也不是单一语言模块。这个对照说明 Langsia Rep3 才是高度语言特异性的核心区。Langsia Rep1、2、4并不只是非特异区域，它们更像小脑里的信息汇合器。语言信号会与计算执行信号汇入 Langsia Rep1， 这里形成语言与通用认知的整合。语言信号也会与视觉语义流汇入 Langsia Rep2， 它支持跨模态语义整合。Langsia Rep4 则接收运动控制信息，它把语言与发音执行连接起来。Langsia Rep3 的关键功能被进一步收窄，它主要响应句子及组合语义，单词列表只保留词汇提取。Jabberwocky 保留语法框架，却缺少真实语义。2类任务都让它几乎沉默，只有真实句子会触发强烈激活。这里的证据来自逐层递进测试，结果说明它偏向整合词汇、语法和语义。Langsia Rep3 并不是固定开关，它对句子难度变化很敏感。横轴用 GPT-2.XL 算出的惊奇度，纵轴对应 Langsia Rep3 激活强度。散点图呈现明显上升趋势，相关系数只有 R 等于 0.161， 说明效应存在，但幅度并不大。它更像难度追踪器，而非二值反应器。Langsia Rep3 的反应并不依赖社交属性。研究把高社交语句与非社交语句并列比较，2类句子在语义复杂度上保持一致，结果显示2处激活热区几乎重合，对应关系的相关系数达到 R 等于 0.64， 说明它关注的是语言计算本身。社交情感可以改变内容外壳，但不改变这一区域的基本选择性。Langsia Rep3 并不孤立工作，它与左脑语言网络同步。自然故事聆听时，相关系数超过 0.80， 显著性也很高 ，p 小于 0.001。静息态下，它仍保持同步，此时相关系数仍大于 0.70， 说明它不是偶发共振，它更像跨半球通讯节点。小脑并不是单一齿轮，旧的统一转换假说假定它对所有输入都用同一算法，现在的证据显示它更像分工明确的并行系统。Langsia Rep4 偏向通用认知与执行整合。Langsia Rep2 主要负责跨模态语义汇聚。Langsia Rep3 则像定制芯片，专做语言计算。这种分化解释了为什么不同区域会呈现不同任务选择性，也提示小脑语言网络应按功能模块而非整体看待。小脑语言网络开始进入临床场景。研究指出，个体差异很大，术前定位不能只看解剖图谱，必须依赖个体功能影像，这样才能避开误切风险。
小脑损伤后还要补做全面语言与语义评估，因为组合障碍常常不容易被发现，对左脑失语症 Lanceri 3提供了新靶点。这项工作把小脑拉回语言网络的中心。证据来自精准功能图谱，4个区域在独立受试者中稳定出现。Lanceri 3还表现出最强特异性，它更像语言计算节点，不是单一运动回路，也不是孤立脑区。下一步应结合个体定位验证。